在最新的剧情中，任如意通过对二皇子下迷药以及对李同光威逼利诱，终于知道了昭节皇后当年自焚身亡的真正原因和过程。当年安帝要和北盘人做生意买马匹，由于昭节皇后的祖父当年在和北盘人的冲突中身亡，因此昭节皇后对此非常反对。在发现安帝铁了心要买马的时候，就跪在了太庙门口，借此将事情闹大。安帝害怕事情闹大后造成皇位不保，就连哄带骗将昭节皇后劝回并软禁。在安帝焦头烂额之际，大皇子就挑唆安帝杀了昭节皇后灭口。为了避免昭节皇后所在的沙东部的反对，安帝就以立二皇子，也就是昭节皇后的亲儿子为太子之名，取得了二皇子和沙东部的支持。二皇子上书给安帝，借口昭节皇后疯了，要求安帝废除皇后之位。昭节皇后在看到安帝为了目的不择手段，不仅不顾夫妻情深，甚至忘了当年自己扶植他当皇帝的恩情，还教唆自己的亲儿子反对自己，悲愤之余心灰意冷，在身陷火海之时，最终放弃逃生的机会，让任如意独自逃生，甘愿赴死。任如意在查清昭节皇后的真正死因之后，杀了大皇子，二皇子随后也被宁远州杀了，安帝最终也在北盘人叛乱时被杀，也算是为昭节皇后报仇了。昭节皇后其实对安帝李隼有大恩。昭节皇后的背后是安国最大的部落沙东部，当年李隼作为皇五子，根本没有争储当皇帝的机会。当他迎娶了昭节皇后之后，安国先帝在斟酌之后立了李隼为太子。正是因为有了昭节皇后及背后的沙东部的支持，李隼才能在先帝病逝之后成为安帝。但是最后昭节皇后却成为了被抛弃的人，不仅大皇子算计他，意欲清除，就连安帝以及自己的亲儿子二皇子也对他薄情寡义，想要废掉甚至加害他，这又是为何？俗话说大恩如大仇，也正因为昭节皇后对安帝李隼的大恩，才让安帝对昭节皇后一直都比较忍让。但是昭节皇后依仗着对安帝的扶持之功，在安帝面前比较强势，甚至不给面子。安帝李隼其实也是个强势的人物，对外开疆拓土，对内铁腕镇压，回到宫内却要经常看昭节皇后的脸色，听她的训导，久而久之就让安帝对昭节皇后产生了逆反心理。当安帝要从北盘人处购买马匹，加强武备的时候，昭节皇后由于祖父与北盘人的私怨，对此大加阻挠，甚至要跪到太庙前，将事情闹大，逼迫安帝不与北盘人做生意。这无疑触犯了安帝的底线，让他由怨生恨，从而对昭节皇后起了杀心。随后安帝就利用了二皇子迫切想要做太子的心理，向二皇子许诺在废后之后就立他为太子，这样不仅可以为他废掉昭节皇后提供了理由，同时还安抚了背后的东沙部，在废后之后不会生乱。昭节皇后最终被皇室、安帝和儿子抛弃，心灰意冷，葬身火海。除了安帝及二皇子的冷血、无情、算计之外，也与他没有摆正好自己的位置，处理好对安帝恩情有很大关系。